来这林北人热苦，我从来不害怕民进党把台湾搞成这个样，亲五行跟爱山贪污腐败到国土，北京还可以给我们多少时间？大陆14亿的同胞还可以给予多少时间？3天、3个月、3年。我是中华民族派，我体内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基因就被激发。我所作所为就希望两岸变，就希望两岸有一个好的位置，坚定的反对台独，因为那会让民族相残，守住同胞流血流泪。没错，这是一个悲剧。我们看到俄乌的悲剧已经太多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个问题常常陷入一个误区，你以过去的国民党或以现在的国民党在讨论未来的中国治理，共产党为了两岸统一，愿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开放执政权给其他的党？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的卫星政党都是参政，但是台湾人民当然不接受这样的模式，在我们这边任何一个党都可以参选，都可能执政。当然，目前还是蓝绿两大党。Andy 提出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愿不愿意为了两岸统一而放弃这个一党专政，中国大陆本土开放其他的党派来执政？这当然可以透过选举，这个选举也未必是直接选举，它可以是间接选举，当然，它可以是一个精英的选拔制度，当然，这都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变体。如果在大陆，台湾是一直都开放，对，但如果在大陆开放了，那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我未必要加入共产党啊，我可以加入国民党。那个时候的国民党再回到中国大陆本土国民党，也可以吸纳更多大陆的精英人才。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国民党就真的是包含了台湾跟大陆两岸的人才的中国国民党，那跟中国共产党或者是其他的党派都可以来共同的竞选，来竞争这一个领导人民。不用说你现在国民党很烂，组织都搞不好，被 DPP 也压着，这个是事实啊，这当然是事实。我们也不认为说国民党水到我没办法，我们也不觉得现在的国民党能够治理大陆啊。国民党先把台湾的中央执政权给拿回来再说，对啊。那你不把中央执政权拿回来，你也没那个资格去跟老共，没错，没那个资格去做两岸交流。当然呢，一步一步来。当然我不是国民党 ，Andy 是国民党，但我在体制外，我也是帮助着蓝白，包括民众党也是，我们帮助着蓝白去实现政党轮替，两岸或者说把台湾导向一个正确的路线上，然后重启两岸的交流，互相理解。未来整个中国，我强调是整个中国，台湾跟大陆的未来，这是我们共同努力，这是中华民族共同努力的目标。据我的理解，中共在谈两岸合统的时候，其实是不预设国号跟宪法的立场。我的理解，如果两岸要统一，我们势必的会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框架，新的中国到底要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还是就叫中国或叫大中国都可以。那既然是这样合并的，那我们原本两边各自的宪法也不再适用，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个更大框架的整个中国的宪法。那这个宪法当然就可以有很多的规定，共产党到底是不是继续唯一的执政党，包括其他的党派的存续性、合法性什么，这都是可以谈的，这都要谈。作为统一的条件，只能说想的有点多。如果你统一不谈这个，那其实统一要谈什么？谈钱吗？那就是卖了，那不是合统，那是卖，那是卖国。赖清德总统讲无所谓，对，他无所谓嘛，他无所谓。但我们有所谓啊，我们不希望像赖总统讲的那样，就是大陆单方面的并购，然后出价，他们开条件，至少我不接受，至少我不接受，至少他也可以想得到，就是说，如果要来竞争的话，那是否可以完成修宪嘛？他还是用那个立场，就是讲，第一个，他认为修宪这件事情在大陆没那么容易，不会啦，习近平要把任期的限制要完成修宪，他都做得到。精英领导跟直接选举，我本身也不是直接选举派，我不认为台湾的这种直接民选的制度有特别的优秀。如果美国也没有直接民选，对啊，美国也是代表人制，是啊，人多只适合精英领导。本来民主政治或者是集体政治，你总是得选出代表，无论这个选出代表是用专制的手段还是民主的手段，你总是得选出代表。你从原始的部落到现代的国家，你总是得选出一些长老跟领导，对，去拍板整个部族的事务。所以我觉得，我常常听到一个论调，就是说中国大陆为什么不适合西式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因为我们中国人太多了哦，人多就只适合精英的领导。我常常讲的是求同存异，我讲的求同不只是台湾跟大陆人，我也讲中国跟美国的同。我说，那你为什么人多就只适合精英领导？你精英领导，你不还是得选出有哪一些精英来领导？你
你总是得选的，你只是用什么方法选，而这个方法就是各个社会、各个国家不同的实验方式。我想反问一个问题宣传跟自己的思想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什么叫宣传？宣传就是因为人多，所以不适合民主。你问他为什么？对啊，为什么？讲不出来。自己的思想是你可以去反思，对，人多确实可能不适合民主。比如说，就要举例了更进一步，有人会举例，你看印度人口比中国还多，它也是民主制度，结果把国家治理成这样，所以你看人多的地方不可以实行民主制度，不然变得跟印度一样，都会把印度的落后跟它实行民主画上等号。民主选举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优点，它就是一个制度，没有优劣。我认为国家的强与国家兴盛还是衰亡，我觉得跟它的民不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觉得有关系，因为如果是红二代的话，你认为他的时空背景是那个年代，所以对国民党还既有所谓的情感的投射，甚至当时看到的是蒋经国在台湾的建设等等之类，他认为是一个好的政党。当然，在历经了所谓的像李登辉这种背骨的，再到后面马英九等等之类的，现在的国民党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天我一直强调，国民党要表现出你的立场跟你的态度，不要让别人看扁了。在核心的议题上面，我在大陆这么多年，确实，我以前不是党员的时候，我早就听过超多人骂国民党是一个软烂的政党。当时在整个论述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当我在讲到底是抗战还是中战，我一开始就在讲我反对赖清德讲的中战，我认为要讲抗战。讲到抗战，我的主观论述，我的立场就是必须讲很明白。我认为国民党在抗战这件事情上面，他做了什么？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3场的长沙会战。再从过去的1931年，那当然留言就开始出现，你们有反共吗？你们有抗日吗？东北丢的时候呢，老蒋在哪里啊？我必须要提出来的是，1931年的时候，蒋介石就已经开始要着手准备要撤退到大后方的计划，他要训练60个德械师。有时候在针对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抗日，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标准，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想法。那当然，大陆网友就拿花园口决堤的事情来质问我，当时那个策略做出来害死这么多老百姓。我一直在强调，日本当时希望由北打到南，中国大陆的地势北高南低，如果由北打到南，有铁路，那中国就完蛋。所以蒋介石当时要的是，我希望你从东打到西，西边比较高，所以你是从下往上打，你要逆流而上。所以当时日军要南下的时候，当然就说只能透过这样的方法去截断日军往南的这个路线。那当然我没有要去讲说谁的成绩比较高或比较好，我从来没有去反问说那你们抗日了吗？我也说啦，百团大战也是抗日啊，平型关大捷也是抗日啊，是你们觉得所有的逻辑都是这样。多数的大陆网友先去质疑国民党有没有抗日，我们才被迫要站出来说国民党有抗日。当然这就是一个吵架的过程了，互相丢资料，互相有各自的论述。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花园口当时进流量很低，所以它并没有造成巨大影响。我这平心而论以目前看到资料，可能花园口造成一定层面人命损失是绝对是有，绝对有。那没有迟滞到日军非常久也是，这个确实是在战略上没有成功。那主要还是回归到一个政府在全面抗日的时候，他还是要尽可能去保护老百姓。所以如果当时国军在更多的去散播传单，在日军到之前通知老百姓赶快撤离或赶快往高处移动，那应该可以更多避免人命损失。但是就像大陆的朋友常说的一句话，就雪崩之上每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当时日本全面侵华的状况之下，确实对于这个领导阶层是有些困难，因为学长他是把锅甩给北京，问题还是在台北。台湾人如果没有积极争取你自己的权益的话，那你老实说要靠北京，那当然就是他的定调。所以他的定调就是跳过台北自己的努力，必须在台北正面战场上直接击败民进党。这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战争，是我们这一代人战争才刚刚开始。民进党没到，林北北赫苦，课见未及，你还敢 OC 了？大家看扁台湾人的意志，我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人，我的意志就是这样，从来意志是不倒。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的意志还会活着，我相信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从来不害怕民进党。北京还可以给我们多少时间？大陆14亿的同胞还可以给予多少时间？我不知道，3天、3个月、3年 more and more。但是我觉得你积极表现，你民进党把台湾搞成这个样子，你的7年行政爱乡土是什么？贪污腐败盗国土，乱七八糟嘛！我一个字都不会再相信民进党，一个字都不会相信。你赖清德那种调子，不可能再让我任何相信。所以北的权重要自己认清楚，再把锅丢到北京，我认为都是不负责任。台湾人要认清这个现实，而且我们有内部的机制就可以打败民进党。民进党没有那么难打败啊。2024年是因为蓝白自己错估形势，最后输的啊。但你在国会上是赢的啊。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今天我们在奋斗什么，看衰我的人太多。如果今天看衰我就不做，那我早吃屎。但问题是今天看衰我的人，到今天谁吃屎？老子这频道、这公司
挣钱都靠自己。我透过跟群众在一起，跟人民在一起，是人民给我抖内，是群众给我抖内，不是政党，不是国家，没拿过一个业配，我的业配都是民间业配，我也没拿过共产党1毛钱。我去大陆去 B 站驻讲，人家用商务舱用保姆车接我去，给我出场费，是因为我去工作，我既有理论也有执行的魄力。我今天发了一个新的宏愿，就是我想把中国大陆所有的省的省会至少都走过一遍，重要城市走过一遍。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概念，那当然做到不能做为止。我所作所为就希望两岸变好，就希望两岸有一个好的未来，坚定的反对台独，因为那会让民族相残，守住同胞流血流泪。没错，这是一个悲剧。我们看到俄乌的悲剧已经太多了。我是中华民族派，我体内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基因就被激发了，就是这样，就叫中华民族派。